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喽。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谈的是塔罗解牌的5个途径当中的第3个途径，就是智者途径。智者途径呢，跟观察者途径呢，其实是一个蛮互补的一个途径哈。怎么说呢？观察者途径重视细节，那智者途径呢，重视呢统整。重视呢牌面当中相同的部分，这个时候呢两个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平衡啊。智者途径相当适合用来解牌阵。牌阵的话，通常呢一个牌阵里面有非常多张牌。如果呢你完全用观察者途径的话，你会发现呢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呢，然后都是细节呢，就有点混乱，有点杂乱无章哈。然后呢会抓不住重点什么。很多朋友呢在解牌阵的时候呢，就是两眼一抹黑哇，这么多张牌，我要怎么从何解起啊？然后就开始乱讲，前面的讲的话跟后面讲的话就矛盾啊，或者呢东讲一个西讲一个，没有重点。求占卜的人呢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自己也觉得自己讲的很不好啊，就蛮乱的。智者途径呢就不是了哈，智者途径呢它是因为它重视整个大局，这个牌面上面呢的共通点，然后能够掌握住呢整个牌面里面呢主要要提示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呢智者途径是怎么样去做运作的，或者是我们怎么样练习这样的途径。首先呢我们要来找到呢牌面上共同的相同的部分，或者一个相同的方向。每一张牌都有它自己的牌意，那这些牌意呢其实呢有些东西呢是有相同的东西在里面的。那相同的东西呢，如果都出现在整个牌阵当中，或者是占整个牌阵的大部分的话呢，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猜得出来，这个牌阵呢，主要告诉我们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我们找到了这个核心思想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核心思想出发。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找到牌面里面的牌意啊，或者是牌上的图案啊，或者是牌面的隐喻呢，这些东西的共同部分呢，把它这些共同相同的点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些点串起来，用一个逻辑，用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畅的不矛盾的逻辑呢，把这些点呢给组合起来。那组合完了之后，我们再审视一下整张牌面呢，整体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对这个整体有一个大致上的一个了解，它就变成我们解牌的一个基底。然后呢，我们再用呢观察者途径来呢慢慢的把它一一说来，就好像讲故事一样。可是呢，故事的大纲呢已经用我们的智者途径给它编好。有某位女性的朋友呢，她来找我问感情的问题啦哈。他抽出了牌面呢代表他自己的是剑3，代表他男友的呢是剑之骑士，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是塔。再者呢他的洞见牌呢永恒这张牌，这个牌呢是属于托特牌我们来看看这个牌面主要的这个牌面里面呢我们来观察几个共通点第一个来求战的女方她是剑3，然后呢在男方呢是剑之骑士，那他们的关系是塔。这个告诉了我们什么？第一个剑3是伤心的意思，也就是呢来求战的求战者呢，他其实呢是处在一个伤心的状态。他们的关系呢又是塔，塔呢是一个崩坏的状态，也就是在关系里面呢，他们关系可能出现了某一些崩坏，某一些比较强烈的冲突。这个冲突呢可能已经危及到他们关系的持续与否了也就是可能呢有一点要分手的感觉了这里面呢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第一个，我们发现男主跟女主都是剑，男主呢是宫廷牌剑之骑士，女呢是数字牌它是剑3。既然都是剑，我们呢就可以发现到一个共通点。什么样的共通点呢？剑是属于风元素，也就是属于观念上的争执。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张关系牌阵当中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来，他们应该是吵架，而且呢，伤心的是女方，男方好像没有那么伤心。但是呢，吵架的核心呢是观念上的不同。那代表男方的剑之骑士呢，是一个呢头脑很快，然后讲话也很快啊，可能是刀子嘴的人哦，讲话呢有时候呢会有点得理不饶人哦。你会发现呢，这张牌呢是一个拿一把剑冲冲冲向前冲的人哦。那这把剑一刺呢，就刺中了女生的心了。为什么呢？因为剑三里面的那个花是代表心脏的意思哦，心的意思。那剑呢，直接一把剑呢刺到心里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跟伤心的。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伤心已经是真的伤到心了，而不是掉眼泪而已，是伤到心了所以呢，内心是非常的哀伤的，非常的难过的。然后呢，男方呢是心直口快的一个人但是呢，基本上我们从这张牌面上面，他们是观念上的强烈的冲突的问题。那导致了呢，他们的关系呢岌岌可危因为出现了塔，那塔呢又是大阿尔科纳所以呢，这张牌呢，他们我们大概可以猜得出，他们有剧烈的吵架，然后男生非常非常讲得非常伤人，然后呢，他们的关系已经接近崩溃的状态这个呢是整个牌面里面呢有一个共同的部分呢，就是呢可以看得出来是大吵架，那吵到快分手。这样子呢，我们从这里就整理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架构。再来呢，洞见牌呢，它是一个永恒牌永恒牌在托特牌里面，很多朋友呢，是不太能够理解的。它的那个排序呢，跟韦特牌呢最靠近呢，就是什么审判。可是呢，因为呢，韦特牌是属于基督教思考的，那托特牌不是托特牌它是属于比较偏神秘学的。他们所秉持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不可以用那个审判牌来解这张东西，因为它是托特牌。托特牌里面呢，永恒牌是什么呢？永恒牌呢，其实事实上呢，我们看牌面呢，它有3个神，就是过去神现在神跟未来神，而且都叠在一起。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过去、现在、未来的永恒性。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奇怪啦，这个洞见牌呢，跟我们整张牌面上呈现的一个崩溃、要破坏、要瓦解的状态呢，然后跟永恒呢，是不是很不搭嘎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找出共通点？我怎么去解释，或要怎么解释这张洞见牌呢？第一个呢，过去、未来、现在3位一体的一个永恒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有几个意义，就是生命的出口都在当下。这个永恒牌就在暗喻着呢，这个崩坏的状态呢，其实呢，我们是可以在一念之间呢，看到它的核心的本质里面，然后呢，得到超越的。意思是说，这张洞见牌是有点告诉这个来求战者呢，你们的关系呢，是有可能改变的。翻过来看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有一个共通的东西，他们都是头脑层面上的吵架，不是感情上面的断裂，因为里面没有出现悲呢，悲是感情的部分，我们没有看到里面有任何感情上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可以大概推断就是观念上强烈的冲突。我就来跟求战的这位女性跟她说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是有可能挽回的，因为女性非常的伤心因为她觉得呢，她跟男生的这场大吵架应该是没有希望这个关系会结束了。可是呢，她又想看看呢，有没有可能或机会，或者有什么方法呢，能够对这个关系做一个处理或解决如果说从这个牌面上来看呢，崩坏之后就是重建。你们可能以为的东西呢，你会发现不这么能够运转，可能要换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就要建议他来思考说，你们要从哪个方向来看呢？就是你当下的这一念，你要去看一下过去、现在、未来，做个省视。我过去呢，这样的观念或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在关系当中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是它是有好处的吗？还是它是没有好处的？
这个观念呢，在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冲突，那势必呢，可能呢做一些呢改变。要怎么改变呢？就要去一起来探讨思考。如果我们想要维持这样的关系，因为我感觉上呢，他们在感情层面上并没有很强烈的断裂的在牌面上出现的状态，所以呢，在感情上的基础是够的。他们只是观念上的冲突，那就可以从观念上来讨论我们彼此之间的观念呢，有哪些东西可以做修改，或者是调整，或者是跳出来看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毒的。如果它是有毒的，就应该拿掉，或者呢是应该做修正。如果呢你去思考一下呢，你们吵架的内容呢，你所在乎的东西，它是不是真实的有意义，还是呢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部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观念是不是应该要修正或改变呢？男性这边反而情绪是比较少，是女生这边情绪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想分手的大概也是女性这方的想要分手的意愿比较强。所以呢，我就劝这个求战者，因为他是来求战的嘛，然后也是主要可以改变的那一个人，那我就要跟他说呢，那你要不要来想想看呢，你们观念之间有哪些冲突，然后呢是不是可以用别的观念来做替代修正也许呢这个关系呢还是有可能延续的。因为呢从洞见牌来讲呢，如果好好的做改变的话呢，你们的关系还是蛮长久的哦。永恒牌本身也有一个永恒的意思重生永恒的意思过去现在未来一致的意思也就是说呢你们还是有可能呢这个感情呢能够是一个可以再继续维持的长期关系所以呢我就来回答这样的一个解牌方式。这个呢就是我们智者方式的一个解牌的一个技巧，就跟各位再做一个归纳，就是我们要找到呢牌面上相同的部分，譬如说都是剑，吵架因为呢剧烈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没有洞见牌的话洞见牌这个永恒牌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判定说这个关系可能维持不下去了，可能就要结束。但是呢洞见牌提供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来告诉他，这个关系仍然是有可能是可以延续的。那我就会朝这个方面来解牌。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个局势、整个局面的一个统观那么呢，我们来谈谈呢智者这个途径呢它的一个缺点第一个智者途径的缺点就是呢，因为呢它会比较重视呢各个牌面上相同的部分，所以牌面上比较不同的部分呢常常会被忽略。那这样的解牌方式呢就有可能怎么样，容易陷入独断或者不近人情，或者是说你解牌的时候呢会失去看起来呢是细节，但是事实上是重要的讯息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牌阵呢，大概觉得他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因为呢塔就是关系崩坏了关系崩坏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就大吵一架，然后分手，就这样这个智者的途径可能就会是这样子来看这个东西呢，就容易变得独断，因为太多的证据在支持你这个统观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有自信嘛。那这么样有自信的话，有时候呢会过于自信。所以呢我们呢再下来呢就要来讲到呢一个新的途径来平衡这个问题这个途径是什么呢这个途径就是愚者途径。愚者途径呢用来平衡这个过于独断而忽略到呢隐藏的背后的讯息的东西的洞察的部分。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次呢要来谈的内容。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朋友呢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的话，请你按赞、订阅跟分享如果想要得到新的影片通知，请按小铃铛。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